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没有了工作的烦恼，离开了交际的困扰，把荒野生存当作慰藉心灵的一种良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制砖烧窑样样在行，建造荒野豪宅，直接扛过寒冬的侵袭，编织出捕鱼竹笼，打造出钓鱼神器，即便是屡次空军也不气馁，最终实现鱼肉自由。更是在荒野打造出菜篮子工程，改良种植土壤，实现了野外种植玉米、南瓜、大豆的壮举。累了来上一壶提神又醒脑的极品浆果茶，饿了吃上卡哇伊式牛肉6倍的豆荚，就连还未成年的极品酸浆果，那也是难逃他的亲吻。他叫阿德，一个号称荒野生存界天花板一般存在的男人。他为走出爱情那失败的坟墓代言，也为在野外重获新生的求生者代言。距离阿德种植下玉米、大豆以及南瓜已经过去了1个月的时间。今儿一大早，阿德便掀开了壁炉的头盖骨，将里面豆腐渣一般的脑花给挖了出来。这些都是木材燃烧后留下曾经活过的证据。草木灰，草木灰里面含有丰富的氮磷等元素，那可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东西。而农业得收取它们，主要是用作土壤改良。毕竟这片山地的土壤极其贫瘠，不做改善的话，农业得的玉米、大豆、南瓜等作物恐怕很难长到开花结果。届时农业得怕是只能落得个挨饿得给3天饿9顿的下场。阿德在豪宅附近找了一块土地，将泥土进行一番挖掘和筛选以及浇水后，再将草木灰与之相混合，以便达到提高土壤肥效的作用。由于土壤极其坚硬，而阿德又要改造一定深度的土壤，因此整个改造工程可是不容易，足足的花费了阿德2天的时间，撬出了一大堆石头才算是完事。而这中间阿德还必须兼顾着照看菜篮子工程里面的菜苗些。菜苗整体上看起来还行，不过就是贫瘠的土壤下，它们只是有高度，但是没有粗度。这也是阿德为何要改良移栽地的原因。看似不大的活，却是极其的耗费体力。好在树豆荚又结出了大量的奥利给豆，这批豆子比阿德去年来到这里时早不少，因此豆子更嫩更甜，能够给阿德提供不少的卡哇伊。阿德整个过冬的老豆子则是已经消耗一空，不过外壳倒是有着很大的用处。将它们铺设在改造田的底部后，能够锁住土壤水分，腐烂后还能提供不少肥料。抽空的时间，阿德还悄咪咪地做了几个极品陶器。多次的烧陶工作下，陶器得的技术那是越发的好了起来。看看这陶器的外形，简直是美轮美奂，绝对可以称其为艺术品。陶器德怕是回到现代社会后，靠这一手也能实现妻妾成群的梦想了。当然，烧陶只是为了获取大量的草木灰的附加工作。这个阶段，农业德的重中之重，那一定是改良菜篮子工程的种植地。整个改良工作彻底的完成下来，阿德一共花费了4天的时间。不过，为了让这些瘦弱的植株长好，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阿德先是在改良后的土壤上挖出比较大的孔洞，因为为了不破坏玉米植株的根系，阿德决定直接将整个罐子内的玉米连同土壤取出来，随后再整体的将玉米植株放入到改良过后的土地之中。毕竟能够不破坏植物的根系，那样的玉米才能够更加快速的生长起来，开花结果。种植好后的玉米必须浇上透根水，也就是彻底的浇透土壤才行。将玉米植株搬入新家之后，阿德接着便让大豆和南瓜苗一一的入住了新家。为了整体搬迁成功，阿德甚至还不惜敲破了南瓜苗的罐子，以此来保全南瓜苗的根系不受到丝毫的损伤。最后还在土壤面层加上不少稀碎的树叶，以此来降低面层水分的蒸发。不得不说，为了这几棵农作物，阿德简直就像是老父亲一般的操碎了心啊！也希望这些植株在未来茁壮成长，能够给阿德带来丰收的喜悦吧。菜篮子工程算是完工了一半，剩下的便是连续性的科学管理了。为此，有了时间的阿德又想到了吃上鱼肉的梦想。毕竟上1年中，不仅钓鱼失败，就连鱼龙计划那也是狗带，妥妥的一个空军德称号挂在脑门之上。这一次刚来到河边的空军德就发现了一条狗带的带纹身的甘蔗，不过他可不喜欢吃甘蔗，于是乎那是拿起了自己的捕鱼神器，先是检查了一番，在对着神器进行了一番加固和改造之后，空军德可谓是信心满满，似乎已经看到了鱼儿奔向他来。接着再将捕鱼神器拿到了一处阿德觉得的深水区域放置，顶部压上石块，防止鱼龙被河水带走。鱼儿则是采用了带纹身的甘蔗。然而等待了1个小时之后，阿德再次体会到了捕鱼的不容易，似乎是辣条不合鱼群的口味，笼内那叫一个空空如也。不过空军德倒也没气馁，直接拿起了一根长的龙舌兰叶片敲打了起来。阿德一是想要获取里面的植物纤维用来制作绳子，二是获取龙舌兰里面的皂素。敲碎的龙舌兰里面的皂素可是好东西，用来洗澡可是极佳的。看看阿德这先把脚洗得干干净净，又接着把脸洗了一遍，别提有多舒服了。而里面的植物纤维则是被他一根根的提取出来，不一会的功夫就制作出了一根长鱼竿。空军德的吃鱼之心那真叫一个坚如磐石啊！当然想要钓到鱼的话，没有饵料那可是万万不能的。年纪轻轻的小蝌蚪不仅没有找到妈妈，还不幸的遇见了空军德。
直接被空军德当成了鱼饵，在河中钓起了鱼。为了钓到鱼儿的阿德今儿也是拼了，什么路亚，什么甩狙，各种方式可谓是都用了个遍。最终鱼竿之上总算是传来了喜讯，空军德赶紧的回拉着鱼绳，一时间4米长的鱼线直接绷得笔直，而鱼线末端赫然有着一条扁平的鱼饵。几秒钟的时间内，鱼儿被阿德给拉了过来，随即成为了阿德的囊中之物，直接被镇压在五指山中。别看这只是一条2两左右的小鱼，但是对于荒野求生近乎1年来第一次吃到鱼的阿德来说，这就是极品美味。土壤改良后，菜篮子工程走势极其的稳定，阿德还吃到了心心念念的鱼肉大餐。已经没有遗憾的他又开启了刨坑的模式，刨出来的细土可以用作制造陶器，而粗土则是制造土砖的好材料。不过6、7月的太阳实在是太过热烈，让阿德有些招架不住。而此时生涩的酸浆果已经长到了最佳的时机，色泽极其诱人的。此时它的味道可以说是4酸6甜，对于阿德来说既是糖分又能提神醒脑。烈日下工作之后吃上一些，那绝对是不二之选。为此，阿德可是采摘了不少的酸浆果，将大部分装起来之后，剩下一部分加入水一起服用，可谓是夏日里的一抹清凉。补充上卡哇伊之后，阿德又可以生龙活虎的开采起粘土。当然，这段时间阿德还不忘记定期的照看一番菜田，给瘦弱的植株加装上一副拐杖，防止它倒地碰瓷。而这种特别烧制出来的渗透痰，则是可以慢慢的将坛内的水渗出，起到一个滴灌的效果。甚至在随后的日子里，阿德还给菜地建造了一圈挡风墙，里面的植株也是在农业德的精心照料之下，越发的精神了起来，成长了不少。而阿德也要开启了他上次建房时定下的计划。只见先是将房屋内的家具些全部搬了出来，尤其是这些陶罐，这可是易碎品，可是不能马虎。随后阿德开启了拆一代模式，对着房顶的树皮就动起了手。阿德可不是打算回归现代社会，而是准备实现自己当时定下的目标，将荒野豪宅升级，把砖墙的高度加高1米。毕竟现如今的房屋高度下，阿德只能弯着腰在房内活动，无法做到站起来。而不久之后，他的好基友阿基会来赴约，赴2人定下的1年之约。为此，阿德必须把房子建好，到时候让好兄弟阿基住2天他的荒野豪宅。先后将屋顶的树皮和框架一一的拆除之后，建造德便上了线，开始利用土砖逐层加高房屋的墙面。为了房屋不仅美观，而且稳定安全，阿德还准备了不少比较稀的粘土，它们将作为墙面粘合材料，充当起水泥砂浆的作用，将土砖面与面接触的位置粘合在一起。精益求精的阿德对待每一块砖的放置都要求做到极致，要每一个接触面都用水先涂抹，接着再放置在泥浆之上，最后再施加一定的力度敲击，以便能够将里面的空气尽可能的挤出来，同时达到极高的平整度。因此，整个墙面加高工程可是极其不易的，可以说是一个耗时又耗力的过程。而且加高到一定的程度时，还需等待太阳晾晒，让里面的水分挥发。仅仅半米的高度，几乎就耗费了建造德半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部分的墙面加高的难度还不算大，因为接下来涉及到门洞部分的建设，难度就要大上许多了。毕竟涉及到了不少的悬空砖墙的处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阿德可谓是绞尽脑汁，最终想到了方法，那便是建造土砖时打造出了一批直角梯形的土砖，突出去的那个角便是悬挑出去的边，可以借助这个位置一层一层的延伸上去，就能实现门洞建设了。不过目前也有着影响进度的东西，那可不是土砖，因为阿德之前准备好了充足的土砖，不过泥浆的获取可是不易，每一次都要重新在坑内挖出细粘土之后才能制作。好在距离阿德的好基友到来还有1个半月的时间，阿德初步估算了一下，按照自己目前的建设进度和速度，大概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荒野豪宅的建设，理论上是能够在阿基的到来前完成的。不过该加强进度时，阿德还是毫不含糊，顶着烈日也在干活。毕竟谁知道阿基会不会突然间来个偷袭，提前到来呢？也是基于这个想法，原本窗洞也要打造成弧形顶部的阿德，提前预制了长条形窗梁，这样直接放在窗洞上方即可。比起利用直角梯形砖建设弧形洞口，那可是要快太多太多了，能够节省不少的建设时间。因此接下来的时间内，建造德打造窗口的速度那叫一个1日千里，很快的就完成了几个窗洞的建设。看看这质量，看看这角度，我说阿德不回家搬砖那是真的可惜了。手握酸浆果茶水的阿德也是不得不感慨，能够徒手打下这么一片江山那是真的不容易啊。从刚来到这片山地时的190斤，到如今仅仅只有130斤去了，可以说是减肥效果太好了。那么阿德能否在剩下的时间内将荒野豪宅打造完毕呢？而阿德的好基友阿基又会不会提前做老六行为，给阿德来上一个撒泼瑞斯的惊喜呢？另外，阿德能否等待改良土壤里面的蔬菜开花结果呢？荒野生存哪家强，还看阿德建造狂。上期阿德不仅在荒山野岭利用草木灰改良了土壤，
为自己的菜篮子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玉米、大豆以及南瓜等植物快速地生长了起来。同时，为了迎接好基友后期的到来，阿德还将现有的荒野小屋的屋顶给拆了，准备将墙面给加高1米的高度。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制造的土砖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在建造德的手中慢慢的成长了起来。1个月的时间便达到了封窗的地步。枯燥而繁重的建设当中，阿德体能消耗也是巨大的。好在酸浆果到达了成熟期，这让阿德获取了极大的能量补给。整个墙面工程建设完毕之后，接下来就是荒野豪宅的封顶工作了。为了让屋顶看起来有着不一样的颜色，阿德还将屋顶梁好好的烧制了一番，再将顶部进行打磨。三角形的稳定性向来是极佳的，作为荒野求生界天花板一般的存在，阿德自是了解得一清二楚。甚至在修建墙面之际，便已经预留了3根木棍的支撑台，同时利用带石块的绳索充当起了铅垂线，可以很好的保证屋顶的垂直度。不得不说，阿德简直就是个天才。在将屋顶梁放置好后，阿德便开始做起了给门加上最后一道梁的工作。整个门框的高度看起来比阿德要低一个脑袋的距离，但是只需轻轻的弯腰便可以通过，比起早期必须爬行可是要好太多了。在搬砖的过程中，阿德还遇到了一只蝎子，可惜蝎子见到3天饿9顿的阿德，吓得一溜烟就跑掉了，这让四处搜寻的阿德那叫一个悔不该当初，到嘴的肉嘎嘎就这样飞走了。虽然吃不到肉，但是屋顶的活还得继续。为了让屋顶整体性更佳，阿德还在顶部绑上了一圈的树藤，同时利用绳索将每一根屋顶梁都和树藤绑在一起，接着再拿来细木棍，以屋顶最高点为圆心，沿着围墙一一的布置上去，最后再利用绳索固定在一起。如此一来，房屋顶部的稳定性就更好了。同时，后续铺设树皮瓦石也是比较好铺的。都说认真干活的男人最美丽，阿德的美丽虽然没有人在一旁欣赏，但是不远处成长的越发茁壮的玉米大豆鞋，可是阿德最终识得观众，而阿德也是不负他们的喜欢，接连着解锁了新的技能，比如说利用石刀在木棍上割出口子。这样的操作之下，最后在屋顶边缘绑上一圈树藤时，就不会出现擦枪走火打偏了的情况。房屋的建设向来是缓慢而耗时的，同时材料的消耗也是巨大，比如说麻绳，好在阿德提前几个月就在准备，否则想要完成如此壮观的屋顶工程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毕竟光是绑扎点就有上百个之多，历时4天的时间，屋顶框架部分总算是完成了。接下来便是将之前利用十字交叉法编织的屋顶树皮瓦放到框架上即可。阿德必须尽可能的提早完成这项工程，因为按照他的推测，他的好基友阿基也就是最近几天就会到达，这与他在建造砖墙时估算的时间提早了差不多有10天的时间，主要还是因为房屋建设实在是太过耗时。不过想到阿基到来之后，能够好好的体验一番荒野豪宅的魅力，阿德感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临近夜幕到来之前，阿德总算是完成了荒野豪宅的建设。美美的喝上了一口水后，阿德便开心的住进了自己的杰作当中去了。想到好友不久之后便要到来，必须拿出好东西招待对方。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拿出自己酿造的美酒出来，那绝对是最高的欢迎规格。为此，阿德利用干燥的酸浆果敲碎之后进行发酵，等待阿基到来时也就可以喝了。几日之后，阿德迎来了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因为去年今日没有了爱情的他，来到了这片荒山野岭。1年的时间下来，阿德通过荒野求生，已经走出了爱情那座坟墓。而今天他最好的兄弟阿基也是如期而至，还给阿德送来了许久不见的见面礼，一串牛肉干以及1瓶玉米。阿德更是向阿基述说着他的荒野建造，看着这壮观的荒野大豪宅，阿基也是无比震惊。毕竟大雨倾盆也是无法淋湿2人。阿基带来的牛肉干让阿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因为距离上一次吃牛肉干时，那还是阿德刚刚来到这片天地浑身携带的几片牛肉干，几乎可以说是1年之久了。次日一大早，阿德便来到了山林中搜寻，令他惊喜的是竟然发现了一大堆的山羊便便，但这可不是拿来招待阿基的，而是磨碎之后有大用。毕竟是金子在哪都能发光的，是便便在哪都能种菜，这些便便可是用来改良土壤肥效的极佳材料，与草木灰混合一起的话，那肥效还得再上一层楼。看看阿德身后那些植株越来越好的长势就知道了。而且阿德还又制作了一个渗透罐，将其埋在这块土地之中，接着拿出剩下的南瓜大豆种子，直接种入到土壤之中。对于有洁癖的阿基来说，玩便便可不是他的拿手活，在豪宅内尝试着利用粘土制作陶器才是他最想完成的。捏完便便的阿德则是采摘了最新鲜的酸浆果，准备给阿基制作一杯原始风味的果茶。此时阿基的陶瓶也是做到了尾声，虽然看来不如阿德制作的那般精致，但是对于一个练习时长2小时半的人来说，这已经是极其厉害的，这让阿德都不由得夸赞了一番。为了让阿基有更好的体验感，阿德还带他来到了自己的秘密水源处以及自己的菜篮子工程处进行观摩与体验。而在夜间时，
阿德还和阿基一起看了一场流星雨。次日一大早，二人便美美的喝上了一罐原始风味的酸浆果茶。空旷的房间内，喝个早茶那叫一个舒服。喝完早茶之后，二人来到了窑坑处。阿基制作的陶器土坯蟹已经干透了。今天阿德将带他体验陶器是如何烧制的。新鲜的事物总是令人向往而期待。想到自己从头到尾巴的烧制陶器，阿基就无比的激动。毕竟这样的生活那是很难得的。在阿德几口堪比沼气的口气加持下，大火很快的便燃烧了起来。趁着烧窑的时间，阿德还向阿基展示了屋顶的编织方法，也就是十指交叉编织法。这样阿基不由得赞叹起来。学习的过程就好比两个人的生活，那是短暂而快乐的。时间飞速的流失，很快陶器的烧制便结束了。看样子整体的烧制还很不错，没有发现有破损的存在。对于阿基烧陶成功，阿德决定给他个奖励，将烧制好的草木灰球充分的敲击成粉末后，再将其加入到玉米之中去。据说这是墨西哥的一种玉米美食的制作方法。说实话，这种美食我们就不要尝试了，我怕大家到时候会大便不通。趁着阿德制作美食之际，阿基则是开始编织起了篮子。说实话，我感觉他是不敢看阿德做饭，毕竟这样的美食，没点铁味怕是不敢轻易下口啊。一番烹煮之下，玉米还是一颗颗的，叫一个颗粒分明，不过就是有些肿胀了起来。阿德对于自己的黑暗美食还是比较满意的，不过接下来这些玉米还需要进行锤击粉碎，以便达到软糯的口感。在历经阿德12138下的锤击之后，便获得了一大碗的碎玉米。接着阿德拿出他38码的小手，将这些玉米捏成了一个个的玉米团子，随后再利用平整的石块将玉米团压制成玉米饼。这些玉米饼还需要放置在石块上烤制，以便外层形成一层香脆的外壳。这样的操作直接看得一旁的阿基目瞪狗呆了起来，毕竟这样的美食制作方法，阿基还是第一次见到。为了让大餐更有仪式感，阿德还拿出了一整块的方砖当做餐桌，接着又取下来了几块风干牛肉作为玉米饼的最佳伴侣。当然主食和肉食都有了，蔬菜又怎么能够少的了呢？这次的蔬菜说出来可是极其的了不得，这可是阿德利用奥利给豆荚培育出来的奥利给豆芽菜。将豆芽菜和牛肉干包裹在玉米饼之中后，阿基和阿德便开始大快朵颐起来。看样子这味道应该还是不错的，毕竟二人吃的那叫一个有说有笑，好不快乐。开心的阿基甚至就连碗中的残渣都没有放过一丝一毫，可见这美食的力量那真是无敌的。回想到之前吃上烤鱼的滋味，阿德决定带领阿基去体验一下捕鱼的乐趣，运气好的话还能享受到鱼肉大餐。二人先在河边吃了几块仙人掌蛋嘴之后，便对着生长时长2年半的小树出手了。毕竟捕鱼的话，首选还是钓鱼。钓鱼那自然必不可少的就是鱼竿了，因为鱼线和鱼钩这些东西他们早就是准备好了。而鱼饵的话，不出意外的是没出意外，又是这些找妈妈的小蝌蚪。对于男人来说，捕鱼、修牛蹄、荒野建房可以说是3大最爱。没有牛蹄可修的情况下，捕鱼自然是最佳的选项。不过似乎二人在钓鱼一道之上都没有天赋，钓了半天钓了个寂寞。相较于钓鱼来说，阿基在插鱼一道上还是有一些经验的。先是制作了一根鱼叉之后，接着便拿起了鱼叉在河中一阵搜寻。最重要的是他还发现了一条长毛鱼，看起来个头还不小的样子。而且阿基在插鱼一道之上似乎还真是有天赋，几插下去后竟然真的插中了这条大家伙。有一说一，阿基在插鱼一道上那真是屁股上挂水壶，有一定水平的。不过相较于阿基的捕鱼技术来说，阿德可就要差上不少了。接连着好几次的出手都只收获到了满鱼叉的水草，看得阿基那叫一个露出了乌梅子酱一般的微笑，无语啊。最终二人只得好好的洗了一个凉水澡，也算是完美的收局吧。回到荒野豪宅后，阿德直接做起了大餐，一大锅的奥利给豆芽炖鱼肉，香气直接飘出了7里地，让二人吃的那叫一个意犹未尽。当然，酿造好的酸浆果美酒发酵的时间也足够了，直接倒上2杯，那自然是极好的。看看阿基喝下美酒的表情，想必这酸浆果酒的味道那必然是美滋滋的。从爱情的失败开始，孤身来到荒野之中，徒手造砖，建立庇护所，烧制陶器，种植农作物等等，可以说阿德一路走来那是极其的不容易，同样也伴随着不少的喜悦。比如说遇见兔兔，吃上兔兔；比如说美味可口的仙人桃，那滋味一辈子都会记住；还比如说烧制极品陶器，实在是难得的人生体验。一整年的荒野求生，犹如白驹过隙一般，眨眼而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阿德逐步的领悟了人生，慢慢的走出了内心的困苦，再到如今的好友相聚，聊天说地，美食美酒，好不惬意。所有的苦与难，所有的情与败，都成为了过往云烟。生活嘛，向前看才是真。好啦，阿德的荒野求生到此结束，后续会有其他更精彩的作品带给大家。喜欢的朋友点个赞，订阅支持一番，感谢您的观看，拜了个拜。